正式任务来了。某出租公寓房内，一名年轻女性租客被发现死在浴缸。女房东1小时后到来，发现死者之后报警。空瓶。安眠药空瓶了，那我会偏向于说，女孩死前的时候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这个丝带和凳子，散掉，再掉下去。当时，浴缸边的一个凳子和那个白丝带是为什么要有这一出事情？他像是找了很多种自杀方式。不叫自杀，很有可能是别人伪造出来，伪造一个自杀的现场。我觉得这个案件比较难。所以你没有碰过他是吗？没有。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你什么心情？很难过。所以您真的没有进来过？没有。一定要帮我立正清白。一定是有人害死了他。给大家公布一下死亡性质这个结论。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那我就把这个死亡性质这个结论给大家公布一下。这个案子是进行到第2次尸检的。经过了最终2次这个鉴定以后，从开始的第一轮怀疑的非他杀，就变成了他杀。我们这次考核的重点就是叫做2次鉴定。第1次解剖以后，手的作用这个痕迹是有比较大的嫌疑的。这个疑点提出来以后，进行了第2次尸检。发现了很多新的线索和信息。2次鉴定相对来说难度是比1次鉴定要大一点。1次鉴定的时候，它会对这个现场有破坏，一些材料会失真，你还得再去发现新的问题。2次解剖的资料是在我手里，到时候到我办公室去把这个资料拿到手里面。有尸体看尸体，有检材拿检材，有切片拿切片，避免一些第1次的解剖或者情报的错误信息。可能很多事情还我们要靠助理团去给我们做一些现场的补充的问题了。好的。哎，这什么东西啊？我的天哪！重大发现！狼牙棒、浴袍，上面有血，你看到没有？哦。你们明天的任务就是要把死因给我找出来。头头水肿是恶痕，但不一定饿死呀。不会是电击吧？还有肺血肿，他就是溺死的。还要把这个事件给我还原一下。被烟灰缸打了。肯定是在打完烟灰缸之后，他们又发生了一些搏斗。安眠药在这儿，你是吃了的，它通话了。明天上午10点钟，请你们来做2次汇报。一会我们推荐2个人当组长，我推荐一个，你推荐一个。可以可以。我觉得要不。刘少玉，你来做一个组长。刘少玉那一组是他来汇报的，归纳的还算比较清楚。实际上他没学过法医，但是可能这一段时间他在恶补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要给他点信心，要给他的鼓励。就还是挺惊讶的，就真的好像是我自己这段时间这么努力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吧，就觉得自己应该好好把握住。陈尸他沟通能力很强，思维呢偏于发散，很想听陈尸他作为组长的汇报。当组长肯定会开心嘛，当然也感受了一定的压力。你挑组员，我挑组员，
我肯定是好兄弟。那你呢？或者两个都要，还是你还可以要一个，要不要？还是你还可以要一个，要不要？一个选吧，不就这样可以吗？可以啊，你可以啊啊，你也可以啊。那不然要是能多要，我直接4个要了，那不是？那曹禺的面子下不去。贪心，贪心。好大的官威啊，陈组长！新官上任3把火。然后你们今天把你们的那个个人的2分钟的论点，每个人要准备2分钟的一个文字的东西，依据写一下，每个人自己去完成这个事情，到时候给我们交一下。所以现在呢，就可以赶快回到办公室去了。好。老师，那个2分钟的是要交吗？老师？交，你签个字，签个字。你们都交了吗？我们是电子版。可以，都可以。好。那你们先去吧。哦，好的。拜拜，加油加油！来，加油！真的，下回不要紧张了，感觉紧张就错了。我身体有点抖。我也是。快点吃东西。你们有在改吗？就加一些我说的话，我当时说没写。对啊。行吧。你要交的那个小了吗？我加一点。那你先加吧，我先拿到那边去看。你看完可以过来。行，好。拍下的那个解剖的照片，这个叫什么？有一些是尸表体征，有一些是病理分析。当时呢也是比较粗心大意，然后就很草率的交了作业。其实我还是希望能认认真真去做的。就这样吧。好。谁下一个？马上，我还有一点点。你们写好了吗？你直接再打开。往里传吧。那头。这是我今天的一个汇报吧，就是我的方向就是很单一。行。好。谢谢。刘老师，那个我们3个的那个报告我拷给你们。好。他们每个人交了一个作业给我。其实在这个上面，他基本上没有提到鉴定死亡性质这4项原则，一个都没提，只仅仅是把死因做了分析。然后呢，他也不知道是笔误还是什么情况。他本来选的是怀疑他杀这个组，但他结论上后面写的是排除他杀，所以这个就犯了很大的这个问题了。你们有资料拿过去吧？啊，好。这个是有2份，你们2个组的。好，我一起拿给他们好了。然后这个资料怎么给你们？还有二次鉴定的这个。你要不微信发给我？不能发，你要以后跟他们讲。拿 U 盘一起。拿 U 盘拷。哦，那要 U 盘是吗？我来。纸质版我是给你们，但是以后那个 U 盘最好是大家都随身带着，因为保密的原则。哦，好，谢谢老师。还是没改过来，还谢谢老师。谢谢刘头，谢谢刘头。刚才是加班的，必须干完再走啊。那我们可不可以住在办公室啊？像我通宵加班不行吗？我也想。可以的。那地毯也挺软和。咱们谁都别好过，好吗？不吃饭吗？你回去也是点外卖啊？我们一起点吗？是吗？一起。我想吃螺蛳粉。吃不饱，吃饭。我想吃这个牛肉拌面。牛肉拌面我听着心动。我看也不错啊。它还有手抓饼。我自己点了。你点了螺蛳粉吗？对啊。你在这里面吃吗？
螺蛳粉不能在这吃吗？我去外头吃。我在这边吃，真臭。怎么会在垃圾堆旁边吃螺蛳粉啊？哇，这味儿！他在哪儿吃的？不知道，真香，我刚才一开门就闻到你这个味道，香爆了。你们去哪里？拿外卖。吃螺蛳粉会被记重大过失。记大过，记大过，对记大马上不及格。记大过。超级香，香到天上去。我们拿到了新的这个资料了，要看一看这些东西对于接下来的证据搜索有什么帮助。我们先看一下什么线索吧。可能很多事情还我们要靠助理团去给我们做一些现场的补充的问题了。这个助理台，哎，去帮你去看一看去。我们去看一看，交给我们吧。没了吧？这么多东西。这张是一张急诊病历，离开急诊室的时间8点48，妻子的通话记录。但两个人聊了10分钟哦，可不像是说了就那么几句话，2句话那么简单，对吧？对。哎，这什么东西啊？哎呦，这是电棍吧？像是一个甩棍之类的。哎，这是那个棍子，狼牙棒，哇！因为这是教具啊，我们现在可以拿出来给大家来展示看一看。我们一会儿要不就都拿到那边。先看一眼，先看看都有什么东西吧。好，烟灰缸找到了。这个是那个丝巾。凳子在这儿。哎，这个是那个浴袍，穿着的那个。哎，上面有血，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个。有哎。帅哥，生日快乐！一张生日卡片。这凳子上有脚印吗？但是这个有点又像又不是。大厨应该一会儿放到卧室。不可能会有。你拿着吧。不是，关键是现在我们拿到这么些东西，然后又没有老师在现场，我们怎么用呢？怎么来分析？我就是老师。好的，周老师。因为我之前跟秦老师呢已经打了招呼了，他就说在节目里有什么不懂的就可以问他。妈呀，法医秦明老师。好，那我们带着物证走吧。带上物证走吧。现在秦老师有时间了，那我觉得我们就重点的把几个想问的一起问一问他，包括接下来咱们在这个现场该做点什么东西。去做？对。我要打电话。对方已挂断。好嘞，雨桐。看来是不是没跟秦老师打个招呼就直接拨过去了？我还是不熟。不是，没聊这么透彻，先打个语音。秦明老师。Hello， 秦明老师。Hello，老师好，我是小齐。老师好，我是小翟。老师好，我是小郭。然后我们因为现在在这个案发现场，我给你看一眼，做的特别的逼真。那这个现场呢，我们现在呢搜到了一些物证。对，我们摆在桌子上，你可以把那个镜头翻转。室内的现场是吧？对，室内现场。我先介绍一下，警方如果到了这样的现场应该怎么做啊？第一件事，首先得知道这个它是不是一个封闭的现场，是有没有外人侵入的可能。因为这个房子是这个男人的房子，所以他妻子是有钥匙的。他妻子是直接开了门进来，发现那个死者已经在浴缸里死亡了。
你能确定浴缸里是他遇害的第一现场吗？这个都不能确定。对，我们也在考虑。第二个物证的提取，寻找能够证明是谁作案。第三个这个人的死因。好。4个就是死亡时间，死亡时间的判断需要排查那个犯罪嫌疑人的。我们一会儿排时间线，时间线需要排一下。好的，好的，谢谢，谢谢。然后现在呢，实习生他们现在有一波人认为是他的这个脖子这个地方是被勒住的，颈部是有损伤的，对，对对对。在他的这个舌骨这个位置呢，有一个小小的伤痕，但这个伤痕还不是上吊的达到的那个痕迹，但是那个手部的扼痕是很明显的。现场有什么上吊的痕迹吗？对，有一个丝巾。挂在现场的高度有没有量啊？我们没量，一会儿可以量一下。你觉得他是踩在什么地方去系这个丝巾的？哦，凳子，就刚刚那个凳子。这里这里好像有那个泥土的样子。如果是个足迹的话，那么就应该跟死者的足迹进行一个什么？足迹鉴定，如果是勒死的，伪装成缢死啊，所以他可能颈部是有2条锁钩。第二呢，它会有移动尸体的痕迹。哎，我们有浴袍，老师，我给你们看一眼。浴袍上面有血迹，在这儿，然后尾部有一些脏的，你们看。浴缸的边缘呢？浴缸边缘，有，这里是相同的。浴缸里面有明显的那个沉淀。是不是要考虑他把尸体挪进去的呀？谢谢秦老师，秦老师，谢谢秦老师，谢谢，辛苦辛苦，祝您工作一切顺利，谢谢，顺利顺利顺利，嘿嘿嘿。秦明老师还是蛮一针见血的，就是非常专业的，给出了我们很有就是帮助的这些重大的突破点，所以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不愧是我们的秦明老师。信息量有点大，那我们干活呗，来模拟一下。假设他是站到这儿，咱们就可以把现场咱们能搜的东西找一遍。瑜伽垫，刘头说的。让我们去看一下柜子上面那个白箱子，主要是我对这个感兴趣。是的，你们看到那个室内的一个大衣柜没有？看到了。那箱子里面放的什么东西啊？看一看哈，这里边东西非常的……我的天哪！朋友们，重大发现！朋友们，重大发现！丈夫的衣服。像男生的衣服，你看看兜里面有没有男生的一些东西？对，或者什么痕迹、血迹。咱先模拟假设他是站到这儿，然后这样。171，我有171，看到了吗？官方那个小翟给我的那个判定，我有17。哦，169。再好好说。我踩好，我踩好。169。169是169。死者的应该1.6米左右，得减你10厘米。那这个丝巾感觉有点不够哎。对。哎，这个盆子上面，梅梅，你看这个痕迹和那个泥土是一样的。会不会是在拖拽的时候盆栽倒了？你想，他还要拖到那？我们开个会吧，开个会吧。开会吧，我现在脑子有点转不过来了。把最重要的这个时间线先搞出来。没问题。好，那我们先捋时间线。这是丈夫到达了这个小区8点半，8点50离开的。最起码丈夫在屋内发生的时间是20分钟。妻子是10点10分到达的，然后是在10点15的时候拨通了报警电话，也就是说他在进房间之后有5分钟的时间。
成年女性被拖拽的时候，要消耗的时间和力气是比较大的。那一位成年男性做这件事情的速度会快很多。这个丈夫也是要在20分钟内干很多事情。那个生日贺卡的意义，帅哥，生日快乐！帅哥生日快乐！我跟我女儿关系还挺不错的，就昨天当晚的12点整给我发了一个短信，爸，保重身体，我们来世再做父女。帅哥生日快乐！哦，想起来了。Hello， 哇，哥姐们好。哎，这个屋子好温馨啊！哇，我好羡慕你们，你们办公的环境真的很好哎。可能刚刚吃过饭，有点味道。闻到了，好香。我们找到了一些感觉比较有关键线索的一些物证。是在床单上有一个点状的血迹，我们没有拆开。然后这是浴袍，浴袍上面有这一堆泥土的痕迹。我们是请教了雨桐老师的一位好朋友，叫秦明。秦明老师，对，然后他就是当时是在浴缸的靠近我们这两边，分别有2个泥土的痕迹，在浴缸的底部有泥沙的沉积，然后浴袍有泥土的痕迹，并且他家有大盆栽，然后我们可能认为他会不会是被拖拽过来的？没带过来的就是那个凳子，因为我们比对了凳子上面的那个脚印的大小。你看这边的印在这儿，你看就这个印，然后这边印在这儿，一模一样。脚印的大小和那个死者的鞋子大小是吻合的，但是高度不行。从椅子到颈部是148，然后椅到头是169。所以呢，我们可以判定出来的就是说160的身高，他自己是没有办法跳在那上面。这个是在前面我们所有的口供当中没有提及过，但是出现在现场的我们就带回来了。这个地方对应的血迹是否是脑袋上肿的那个地方，我需要你们来核对。这都是在柜子上面那个盒子里面拿的。柜子上面的盒子里边是一件男士的衣服，没有任何东西，没有东西。对，但是确定是一件男士的皮衣。然后我们看到了有一个贺卡，上面写的是帅哥生日快乐。对，通过这个初步断定，那就是这个短信可能不是女儿自己本人编写的。哦，想起来了，因为爸爸在午夜收到的短信是爸爸保重身体，来世我们再做父女。但是呢，他平时喊他爸不是喊他爸，叫帅哥。喊帅哥。哦。通过这个称呼初步断定，那就是这个短信可能不是女儿自己本人编写的。那你们继续讨论吧，希望能帮到你们。加油，加油，加油！小邱的，你就是明天早上你提前来我们？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那我们2个一起来吧。对，我们俩就一起来你们组，然后我们明天站在我们的角度看能不能给哪些建议，当然也可能给不出什么建议来，提前说一声给大家预告一下啊。谢谢，祝你们早点休息，祝你们一切顺利。谢谢哥姐姐，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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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慢走。你要不要给我们分配一点什么任务？你们先把病历一个看一下吗？好。把所有的都对一下。好。咱俩先看。好。你如果喊我要大点声，我得戴耳机。哥。哥。哥。哦，好。我们先弄他的死因吧。好。
高低温不考虑吧？不考虑。中毒排除了他直接。他有什么自身疾病吗？应该是没有自身疾病，因为他一直体检。那身上就是机械性损伤、电击和窒息。我就在想，为什么就只有他颈部跟膝盖会有那么奇怪的伤痕呢？你觉得他膝盖那个伤是这个造成的？那个膝盖那个损伤，他怎么说的？1.5乘1.0，1.5乘0.8，就是那个很小一块。我觉得他如果用这个打，应该是一大片淤青。对啊，膝盖如果是机械性损伤的话，那它就是钝器造成的。那这个钝器，目前我们能收集到的防狼棒、烟灰缸。这个地方对应的血迹是否是脑袋上之前你们看到的脓肿的那个地方？被烟灰缸打了。它是一种损伤，但它不会造成死亡。诱因。你看，像我们上一案，不是他跌入那个池塘，不是有一块石头吗？你哪里有致死的表现？我想一下哈，我要理出一个能把自己说服的东西。晴晴提出的观点，在我的理解来看是不太成立的。他其实也没有一些比较确切的证据，但是我们通过那个很具体的硅藻报告是可以看出来可以排除溺死。我之前接过一个遗体，它就是少量硅藻，但是它就是溺死的。可能说是我个人的一个思路性比较强，但是我的这个思路它是有逻辑性的，并非说是无理的一个推论。谢谢。来。谢谢。Nice。我觉得小刘当组长还挺好的，是一个让人相处起来很舒服的组长。我现在在想，他的这个切入点，起码要找到说服我的一条。你哪条不服？我哪条都不服。你好可爱。哎，那他脖子上那个什么来的？哪个脖子上？那个舌骨这里那一小节。它其实就是没有造成很大的损伤，它就是一小节。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这个工具它是丝巾，它不像那种绳索软的。那个掐了什么痕迹？掐有明确表明它是被掐的吗？哦，他用丝巾勒的那个死者想要把它弄下来，他自己弄的。哦，他两边那个手印是不是他自己的这样勒的？那你们觉得他身上的伤痕有跟电击有关的东西吗？有啊，就是颈脖处的那个电流斑，并不能完全判定是个电流斑，因为你看不到那个细胞和畸形改变之类的，而且这还是个水中尸体，水中尸体没有电流斑也是很正常的。其实我们3个人合作的一个状态是挺好的，3个人都有独立的一个思想，思辨的过程是很重要的，就至少可能性我们真的都是想了一遍的，就这个时间它是值得的。我觉得这真的好像比较合理。对对对，是的。那你们先把可能跟这个相关的因素收集一下，我先做 PPT。我先做 PPT。老许，我们讨论一下吧，就讨论一下案情嘛，我们没讨呢。行，来讨论。这是啥呀？就是伤疤呀。这啥疤呀？你以前的表皮脱落，不是长这样吗？
我这个就被石头刮到的呀。丝带的血怎么说？丝带水是第一状的血。哪飞上去的？你告诉我。他演一下行吗？你演男演女的？随便啊。你演男的，你勒我。你拿丝带勒我啊。对，勒我啊。要抠我。你离近点呗，那我抠你啊。我抠你啊。哎，手呢？抠破了，滴在上了。这3滴血太精巧了。啊！我走动。我演示给你看，我先这样打你。你离不离婚？你到底离不离？这样。你首先可能往这边跑，一抱下去，拿手打。不是，你先这儿给我来一棒，倒下去。我说你别打我，你别打我。疼吧。没事。这个时候关键来了，如果我想杀你，我就这样过去了，对吧？哎，你说的对啊。陈实呢，其实他本身就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的人，我有很多想法跟他交流，所以我俩其实觉得合作起来还是挺愉快，两个活跃的大脑吧。安眠药在这儿，你是吃了的，不一定啥时候吃。那如果他死了，我让他吞下去能吞吗？那不行。这个勒痕是谁勒的？因为他这个勒痕比较小，如果是男性的勒的话，它会更大。不对，那你先说丝巾血哪儿来的？手上呀，我拿丝巾勒你，你不抠我吗？丝巾上的血属于丈夫的，他还有咬肌，咬肌可以是捏的。你看，一般用力手嘛，抓咬肌正常吗？使劲正常吗？可以。那么我用工具弄死比我用手弄死要更简单。那就行了。这样确实都说得通了，都说得通了。老雪，所以我们谁搞这种 PPT 啊？我来吧。本节目由一杯叫醒早晨，咔咔迈入职场的雀巢咖啡赞助播出。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我刚想到一个问题。说。他杀伪造成自杀这个现象是咱们已经确定好了，他有没有可能是妻子去伪造的过程？什么？等一下啊，妻子是10点10分来的，10点15打的报警电话，就是5分钟。妻子肯定什么都没干。他的证词看见又可怜又有点害怕。他那个样子呢是比较可怕的，但又感觉很可怜。又可怕又可怜，说明他可能已经真的跟你死了。对，就是9点钟接到这个打那个电话，就是这样告诉他把人杀了。我觉得丈夫没说。首先是从时间上考虑，我觉得5分钟，一个女人看到一个这样的场景，在5分钟内报警，已经是了不得的事情了。我就很主观的，就是觉得如果我是她，我绝对不会袒护丈夫的。她害怕，但是她还是去翻找她老公的一个证物，因为这是她来的主要目的，她就是抓奸。好理性啊！快不行了，昨晚没睡好。你可以休息了，你休息了。我就想描述这个案情的时候，他们肯定用嘴巴，或者是说是图片，能不能用更特别的方式，更好的体现，或者说是一些细节啊，全部给它体现出来。你看，这就是我说的，对吧？这些都可以很关键。真是学到东西了。写完了，走，回家睡觉。你们不回？我打算我弄完再走。虽然说现在可能精神一点，但是说实话，你看我像精神的样子吗？
你们是干了明天留头来是吧？我觉得我回去可能睡不着了，我这里还至少能就是效率高一点的，可能做一会儿能做出来。是吗？要这样吗？明天回去吗？我赶快回去。你也不至于。可能平常同学们都觉得我好像有一点卷，主要是修了双学位嘛，就是我午饭的时候都是在车上吃的。那我走了啊，拜拜。好，拜拜拜拜。你们说你们先回去，我感觉我弄还有点久。那这样不好吧？但是我打算我弄完再走。OK， 那我们等你弄完吧。没事的，工作嘛，一起干。那我就现在直接写这个吗？事件发现。对，先写事件发现。那你可以1分也可以发给我了，我就只写一个，比如说什么水肿什么，一个图片，就是大概知道它是什么，像这种。哦。OK。小刘之前的一个表现就比较内敛，这次挺让我意外的，有刮目相看的感觉。这怎么手这么抽筋了？太困了，来杯雀巢咖啡提提神吧。我觉得我搞到凌晨2点，其实最后离真相不太远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值得了。你让我搞通宵，我都愿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之中，肯定会有试错，但是这个结果和仪式，这个团队给我们每个人自己的提升。给大家放一遍。我们就严格按照那5个格式，第一个案件介绍。然后我是把它换成一个一个的，因为它如果全部出来的话，就他们会。真棒。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好。OK 吧？好。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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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实的一天。何止充实？我觉得我们不管结果如何，已经很满意了，对吧？哇，好暖和哇！对，今天把被子洗了，晚点洗吧，先把任务搞完。还是写我的讲稿。对，写下讲稿，整理一下思路。你可以跟秦静在一起商量一下，就是有些表述要怎么说。那些病理切片，这里面你可以找一些与之对应的，你看有没有？行，你可以结合那个法医病理学的书，你把那个语言尽量用专业术语表述。我还想再给你改一下 PPT。嗨，好了，早上好。早上好。Good morning， 大家都这么勤奋呢。你们为什么这么早？我们没有啊，就稍微早了一点点嘛。行，刘头昨天是说10点是吧？对，10点汇报。行。9点25秒走。你等我把那个图往上粘一粘。行。哎，师姐，他那个 PPT 你改完了吗？没有。电脑卡住了，我不服了。我真的打不开这个文件了。我重新再搞，刚才电脑它死机了，心态崩了。完了，鼠标没电了。啊？你鼠标借我。行。插一下，插这个。我感觉咱俩时间有点不太够了。25之前你要把这个弄好。早上好。哦，早上好。给你们拿了早餐。谢谢。你们吃了吗？吃了。我们吃了。放心。谢谢哥哥，谢谢哥哥。不用客气。那我们先过来吃点吧。代表我吃点吧。拿了这个包子，还有那个鸡蛋，哇，还有粥，太丰盛了吧？哇哦，好丰盛啊！
你们昨天到几点？3点。3点。这么晚？从这儿熬到3点啊？对。那睡得都好吗？还行吧。可好，3小时深度睡眠。哎，我有个问题啊，你们看到一些特别可怕的案件，你们会做噩梦吗？不会。已经免疫了是吗？差不多吧，还可以吃饭。还可以吃饭。如果做噩梦的话，应该也跟案件没有关系。对。人都会做噩梦嘛。我从来不做噩梦。啊？是吗？内心有点过于强大。快吃2口，快吃2口。10点钟就汇报了。老徐，你们吃吗？马上。好，不着急，你们先搞。小陈儿。好，谢谢您。好，没事，哎，太客气了，你坐。好，我因为这个还没完成，所以客气啊，所以先写完啊，待会我会吃的。谢谢哥哥。不是，你先忙啊。好的。好了吗？2句话。你看我已经写好了。要不你边走边手机上写，来不及了。走。对，快走，快，我都没来得及吃。来，快，就是为了完整的还原我们这个案情，我可以以这个灵感提出者的身份，找助理团他们帮忙一下。行，听陈组长的。那就如果说你们懂这些东西的话，那你们是不是会完成一个完美犯罪？只是好奇，因为我想试着尝试演一次这种样的角色。我是学物证的，我告诉你，只要是你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都会被我们发现。不存在绝对的完美犯罪。就之前有很多就是20-30年前的老案子，就是当时 DNA 技术不是很发达，一直没有破，然后这2年都在慢慢侦破，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在不断发展。所以昨天我们在那个物证柜上面写了"科技为正义服务"嘛。没有科学，爱是无力的；没有爱，科学是破坏性的，就是这句话。这个我也承认。那一刻是让我很直观地感受到，他们每个人都在进步，在快速的变化。对于他们接下来的成绩，会有更多的期待。Hello， 哥姐好。好，你们吃过早饭了吗？我们基本吃过了。麻烦你们的原因就是我们2个人对整个案情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析，现在已经确定了就是这人大概怎么死的，然后以及这个案发现场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就是想通过一个视频记录的方式，能够更清楚的还原当时的现场。我就想能不能用更特别的方式，就是用一个视频，就是把我们的思路给演出来，具体的这个是怎样判断的，或者说是一些细节全部给它体现出来。而且希望你们能帮我们，好吧？没问题的，你就说怎么干嘛。对，时间有限。来，好，我拍啊。你拍吧。OK。他们等着咱们汇报呢。好，没事儿。其实我们虽然给不了任何的这个指点，但是我们可以。你们可以听听有什么疑点，你们就听。你们有什么疑问？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对。这是案情嘛？然后我们对于案情的分析，然后上浮涌烟灰缸砸了情人的头部，检测出来是情人的血，看病理切片有一个皮下的血肿，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烟灰缸导致的，包括他耳朵受伤啊，可能有一些身体抵抗伤之类的。这个时候心情不好，然后往浴室进，不对。哦，穿墙了，对不起，再来一遍。NG 卡，来一遍。他搬了一个凳子到浴缸前，然后把手中的丝巾挂在这个上面。他可能就是这样子打了一个圈，然后用这个东西就插到这个圈里面，然后这样子搅。我就补充一点我的想法哈，我怀疑它是一个上消化道出血，然后食管胰腺。一把抢过来之后就开始争吵。我这还有安眠药，你信不信我要把这安眠药给喝了？然后您就打了他一拳，他就坐下来了。大致就是这样。可以差不多理解。对的。PPT 就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预演，其实对我们自己而言也是很有意义的，让我更加梳理清自己的思路，讲起来更有说服力。还有1分钟了，走吧。走吧。加油！小刘加油！给的时间太少了。快，老徐，快走，快！这都没写完呢。
一直在写。但是我们如果这个拍得好的话，可以搏一搏。哦，老师好，不好意思。刘头好，周教授。说个事儿，下次建议你们这种汇报会提前一点到，不要让这个专家助理团呢在等着你们。那么再次欢迎我们这个华东政法大学的王晓华教授。然后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对这个死亡原因和现场重建做一个汇报。那么每个组派一个代表做汇报。我们下面先请哪一组？你们是？我，好，介绍玉迪。就是很紧张，是因为第一案我没有什么机会来发表自己的意见，所以说我觉得这次想争取一下这个机会，来让大家听到我的声音。首先就是介绍一下我的组员吧，我跟曲艺林和向晴晴我们是一组的。然后这次汇报呢，我们会从以下5个方面来说明。第一个是案情重建，第2个是尸检发现，第3个是病理学结果，第4个是分析说明，第5个是鉴定意见。首先讲一讲案情的一个还原。案发当天，那7点半呢就是情人与丈夫通话，那这个时候呢，妻子是在自己家里面偷听到了他们通话的内容。8点半的时候，丈夫到达了出租屋，并且安抚了情人的情绪。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进入了浴室，但是丈夫就发现了这个情人在拿自己的手机，那丈夫就抢回了自己的手机，并且发生了争执。那么在争执过程当中呢，丈夫就用烟灰缸打击了情人的头部，造成了出血。所以我们从现场的烟灰缸以及床单上发现了情人的血迹。之后呢，丈夫就情急之下杀死了情人。然后这个时候呢，丈夫将穿着睡衣的情人拖拽到浴室里面去，丈夫就把那个丝巾挂到了浴缸上面，丈夫就想把情人吊在上面，伪造成一个情人自杀的现场。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大致的一个案情的还原。OK， 那讲到第2点，就是我们的尸检发现。头面部的话，这是第一次侦查的时候发现口唇发干，然后右下唇有一个黏膜破损，双侧的睑结膜出血，就主要是一个窒息缺氧的一个症状。然后就是颈部了，颈部正中有一个2.5厘米乘0.7厘米的一个表皮剥脱，然后它左边也有一个表皮剥脱。然后再看里面呢，第一个的话就是一个左甲状腺软骨的肌肉出血。甲状软骨前方有一个1.4厘米乘1厘米的肌肉出血，这个也比较符合它是被勒过的痕迹，因为软组织有这么一个充血水肿。第4个就是死因分析了，对于整个案件的。那我们还是按照法医学这几个死因来一个一个的鉴别。那第一个就是机械性损伤，就是头部虽然有那个烟灰缸砸的那个痕迹，但是通过一些病理切片或者是尸检发现它并不致命，所以说我们就排除机械性损伤。然后溺死的话，我们目前基本上是排除了，因为除了呼吸道以外，其他地方就仅肺内有少量的溺液和硅藻，其他地方都没有检测到。然后对高低温，因为现场没有与此相匹配的环境与体征，我们也排除。然后电击，尸体电流斑不明显，病理切片上面也没有看到相应的体征，所以说我们也排除电击这个死因。死者有服用安眠药，血药浓度是0.1微克每毫升，是没有达到一个致死量的，所以我们也排除中毒。那猝死的话，因为它基本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所以说我们也排除猝死。然后综上所述，我们就结合案情分析认为被害人是因就是该死者因受他人勒颈导致机械性死亡而窒息。大致就是这样，然后谢谢大家，谢谢。
曹玉的话，明显感受到他的进步是非常大的。在此之前，无论是他的发言，还是说专业性上面的一些遇到问题的认知，能够感受到他的进步是非常非常大的。也希望他接下来能够更敢于去表现自己。刘曹玉这个学员呢，他上升的非常快。汇报的过程中，他是一个逻辑和我们培训的这个范式是符合的，他潜力是非常大的。你们这一组的2个人有没有不同的意见或者补充的？我有补充的点。妻子有做伪证的这个可能性。妻子有做伪证的可能性，因为我是从两个点去切入的。妻子的一个心理素质很好，她看到案发现场的一个死状之后，她还非常的振作的去翻找，她要证实丈夫跟情人的一个关系。再有一点是，我是从丈夫跟妻子沟通那10分26秒的电话来断定的，因为他中间的一个时间衔接太好了。也许是因为丈夫有一个激情杀人后的一个反应，完了就给妻子打电话，他害怕了，全盘托出之后，妻子就到了案发现场之后，做了伪证。我的一个补充点。那就请你们这一组啊，加油，加油！今天其实我很想听陈实他作为组长的汇报，但是他没有，让我觉得实质还是有一点不足。还有 logo， 好专业，专业。乖。那我们就开始汇报了，老师。谢谢大家，是的，徐子彤82排在第1位啊。这个是我跟陈实一组，然后我俩对于第2案的法医的汇报，然后指导老师呢是刘亮教授和卓一武教授。首先呢，我们有5点嘛，就案情介绍、尸检、病理检查结果、辅助检查，还有一个死因判断。尸体检验我就简单讲一讲吧。头面部呢，它有一些口唇发干，颜面有一些青紫肿胀，睑结膜有出血，但是球结膜有缺血，左耳有出血有损伤。然后呢，颈部呢，颈前损伤比较多，然后甲状软骨呢，我们切开看里面有很多的出血，包括这个舌骨也是骨折了。右侧颈椎深层肌肉有出血，颈部肌肉有出血，颧弓下的咬肌有出血，左侧甲状软骨肌肉也出血。我觉得徐子彤他的表达能力真的特别好，他会给你一种很自信的感觉，给出的依据也简洁明确，一目了然。然后还有这个旭方染色，这个旭方染色提示呢，就是说在生前有暴力按压迫之后才会产生这种黄色。分析说明是这样的，就是手背孔状损伤与防狼棒尖端特征大小是相符的，颈项部丝状纤维结合这个颈部勒沟以及旭方染色结果符合这个勒索所致，特征与丝巾是相符的。然后左耳损伤与烟灰缸边缘的这个特征是相符的。然后呢，我们的鉴定意见就是说，这个情人是因饿死致呼吸道充血、水肿、肺淤血水肿、颈部血液回流受阻，最终因这个积液性窒息死亡。这个是我们的鉴定意见。那你事件还原是怎么样的？我们是视频，还有视频。我们拜托了这个哥哥姐姐到现场，然后进行了一个视频的复原，然后可以做这个东西来。对。好吧，这个主意是你们拿的还是？是我提出来的。你们提出来的，好吧？对。好的。好，来了。开拍。Action。丈夫8点半到达了这个租房，
可以进了，可以进了。对，厨房这个时候是8点半，然后丈夫直接进了卧室，然后这个时候开始争执，就离婚，你骗我！我跟你说，你今天你要是再骗我，你再不娶我，我那儿已经吊好了。你能不能别闹了？我要上吊。你就在浴室，你先去看，你不信你去看。哦，然后这个时候丈夫恼怒啊，然后冲进了这个浴室。首先他看到了这个椅子，先看到椅子，把椅子挪开了，然后站在浴缸前，把丝巾扯了下来之后扔到地上，对，然后返回卧室，返回卧室之后刚好看到他拨通了电话，响了3声，就马上一把抢过来之后就开始争吵，可以持续争吵。我这还有安眠药，你信不信？我要把这安眠药给喝了。然后您就喝了一点，对，喝了一点，不要那么大口。这是今天最精彩的环节。因为你也不想死，然后你就放下来了，然后你这时候生气了，我打电话打了他一拳，我打了他一拳，他就坐下来了。坐下之后，他又反抗，然后您就拿起烟，您这时候要走到那边床头柜了，对，床头柜砸了一下，然后就倒了。这个时候妻子站了起来，还没问题，还要反抗，继续。然后打算往浴室走，您走慢点，打算往浴室走。打我！您从这个对拿出就是类似2个人就是吵架，你打我，我死给你看。慢点走，对，然后追上他，给了他背部一棒。这个时候对，倒了，转过身，然后又打了一下，对，打到手上之后，手上就出现了那个伤痕。然后这个时候妻子继续企图往前走，往前爬，然后这个时候拽着他2只脚，对，出现了痕印，然后进入了这个浴室当中，然后这个时候帅仔还是不一样的，把他摁在这里，唰，然后你听不听话？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了，反抗，对，就反抗。突然不动了对，突然这个人突然发现他不动了，所以他们认为在那个时候妻子就已经被呛死了，可能反抗了，呛了2口水。对，他反抗，他想说话，对，大概就是我和这个老徐大哥的猜测就是这样。行，那你们这个汇报我觉得还挺好。今天没想到他让祝丽潭给他们那一组做了一个真人秀，来还原和重建这个现场，所以这个是个非常具有创意的一个能力。他们用的拍视频这个很新颖的表现手法，就是你真的代入感会很强，但是我会觉得我们的逻辑会更好一点，就是他们的那个案情还原就挺不合逻辑的。就是该死者因受他人勒紧导致机械性死亡而窒息。这个情人是因饿死致呼吸道充血、水肿、肺淤血水肿、颈部血液回流受阻，最终因这个机械性窒息死亡。我觉得是你们相同的都是机械窒息、颈部受压，是吧？但是不同的是，你们这边是勒死，那边是掐死，饿死就掐死啊。然后这个妻子是做了伪证，没有做伪证，我就是报的案。我针对这个妻子的动机，我有点想法。首先啊，他们结婚这么多年，一通电话打10分钟，我觉得是很有理由怀疑的。就这10分钟，即使不是丈夫让她去做什么，丈夫也有可能说我杀人了，你照顾好孩子或者怎么着，我跟家里交代一下吧。而且他都偷听到他们的婚外情了，他都没有第一时间去跟踪他，他还是很有理性的，先带儿子去看病。所以这个女人她是可以，就是我暂时先忍一下的。那为什么今天我忍不了？我儿子刚从医院带到家，我不在家照顾我的孩子，我要过去抓奸。他其实可以明天抓、后天抓、大后天抓。所以我觉得她过去的这个动机就是她知道她丈夫杀人了。至于是不是这样子，请队长，你是这个丈夫，请妻子，你们自己向实习生练你们的口供。我们父女俩就在这里听着了。犯罪嫌疑人口供：丈夫，
案发当天，我接到情人电话，他语气很急，以死相逼，要求我一定要15分钟赶到现场。到了他家之后，他要我立马跟妻子打电话说离婚，我就只像以前一样安慰他。为了让他冷静，我特意去浴室放水，准备拉着他一起泡澡。出来之后，我看见他拿着我手机打电话，我下意识就过去抢手机，一看果真是在给我妻子打电话。他不依不饶，我一气之下抄起旁边的烟灰缸就朝他脑袋砸了过去。他一躲砸到他的耳朵，他的反抗让我失去了理智。等我反应过来时，才发现我正握着我送他的丝巾，死死地勒着他的脖子。他不断地抓着我的手臂，慢慢的他就停了。我这才发现我勒死了他。我当时很害怕，立马跑离了现场。这时我接到了妻子的电话，我想了想，将我在外面有个情人以及刚刚杀死了情人的时间和盘托出。我说完之后，问他能不能帮我，没想到妻子同意了，还让我去酒吧躲一躲。我很后悔，对不起，我错了。我们俩就是这么想的，我们俩就是一模一样。在我先个人立场上，我先排除一个自杀啊，我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他们俩一起是吗？他帮他做了一个不在场的证明，不能说毫无相关吧，只能说一模一样。那你后来想到妻子做了什么事没有呢？我们就在想是让我来，我发现我这个有点大反转。哇，妻子这么多事情呢？妻子干了不老少事。犯罪嫌疑人口供：妻子，那天孩子病得很严重，这个时候丈夫要出门，我没多想，让他去了。之后带着小孩去医院了，一个人搞了好久才把小孩安顿下来。这个时候我拿出手机看到了一个未接来电，丈夫打来的。我问他什么事儿，他告诉我他出轨了，还告诉我他把这个女人杀死了。生气吗？当然生气。但我看着怀里睡去的孩子，我生生地按耐住了骂他的冲动，还能怎么样呢？我思考了一下，决定帮他善后。我以捉奸的名义去了案发现场。到了现场之后，我戴上手套，先是用女人的手机给她爸定时发了一个短信，用来加强她自杀的可能性。之后，我试图在房间寻找能够上吊的地方，发现浴缸的正上方刚好合适。于是，我将死者的丝巾挂在了那个地方，随后将尸体丢到浴缸内，想制造一种死者上吊自杀后丝巾松落掉入浴缸的假象。而后我就报了警。之后呢，你们就都知道了。老师，这算帮凶吗？你可以从广义上面来讲，他是个帮凶，他在公安机关是做了伪证的，啊，那么他肯定是构成伪证罪。那么当然，构成伪证罪的一个前提是他不是犯罪嫌疑人。插一句，所以法医的这个历史成不成立，直接关系到这个人判不判刑的问题。对，所以妻子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法医在一开始做鉴定的时候，给侦查机关来指明方向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一点，我必须得表扬一下晴晴，就是我感觉你的直觉很强。从你刚刚所提出来的这个几点，他的思维很顺畅，他的整个过程当中过于冷静。这个如果你给侦查人员提出这个方向的话，侦查人员他会对于妻子的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作用，会给他们提供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当然，鉴定人员对于直觉的使用也要谨慎，你要有一定的这个依据和这个基础。这个案件，无论是从伦理上来讲、人情上来讲，还是法律上来讲，都是一起悲剧当中的悲剧。其实这个妻子一开始只是想保护一下自己的孩子，挽救一下这个家庭。对，你们千万要记住一句话：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犯罪，更没有完美的善后。尤其是在我们鉴定人，在我们法医的参与之下，真的要实施一个完美的犯罪是不可能的。对，夫妻之间有一个忠诚义务，那很明显，丈夫他违背了这样一个忠诚义务啊。那么这个从伦理上啊，甚至是从道德上、从法律上来说，这个丈夫都是这起案件的一个罪魁祸首。妻子呢，她就走向了这个忠诚义务的另一个极端。我们其实这个忠诚，打引号的这样一种忠诚，或者说对家庭这样一种责任，我们仍然是有底线的。是的，我们做任何事情是不能突破这种伦理道德和法律的底线的。你以为你是在为这个家庭，你在为你的丈夫啊负责，但实际上却把一家人拖向了这个深渊。在电话里面，你可以劝诫你的这样丈夫，你现在已经错了，你不能再错了，去自首吧。那么有机会让你的丈夫继续来为你这个家庭负责，继续为他的行为来赎罪，这才是对你的家庭负责任的一种做法。而恰恰我们妻子在这个案件当中，她做了一个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谢谢。就是懂得了法医学工作的一些意义，就是同时也让我觉得，就自己肩上多了一份责任吧。其实我觉得，如果做一个法医能实事求是，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决定，都能是有迹可循的。这才是为死者言、为生者权的一个职责所在吧。现在面临着要给你们打分了。这2天的这个考核的话呢，有惊喜，也有一些失落的地方。在我认为以前好的这个基础的这些人，表现得不尽人意。相反的，以前觉得不太底子不太那个，他有突出的表现。我拿在手上的这个徐子彤的一张纸就是这么一张纸，我写太简单了。然后你的后面结论是排除他杀。你坐在的那个位置是怀疑他杀，这是笔误啊还是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死因的分类有小的错误，你的结论与本人的选编又不符合，然后呢，你的死亡性质的这个分析没有条理，所以你得到的分数只有63分。徐子彤实际上是这个鉴定死亡性质的这4项原则一个都没提，虽然今天汇报的时候做了调整。表达的也不错，但我还是要给他敲一个警钟，不能在基础的原则上犯错误。希望你以后再加油，啊！法医它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行业，它需要有一种严谨的态度，思考问题，去做事儿。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呢，我心里已经有一个完整思路了，但是我最后写报告的时候就没有很认真、很严谨的对待它，我就写的比较草率，这是我觉得是到现在犯的一个比较大的错误了。所以我其实更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然后用这种宝贵的经验指导我后面的工作。诚实的话呢，你是周教授昨天给你选出来的一个组长。啊，对，对，在你今天的汇报的时候，你应该有担当上去讲，那就请你们这一组啊。我觉得其实我今天拖了组长的后腿。这个如果是当组长的话，尽量的去发挥那种表述表达，我有机会能看到你这种情况，但是你的表现，我可以说昨天还是比较好的。你是唯一一个昨天查了文献的人。我查到一个文献，他研究了一共407例溺死，其中检测出大量硅藻的占了80%。所以你跨过了这个不及格线。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刘超玉这一组呢，这样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死因分析正确，案件还原上面也基本正确。所以呢，你们这一组的分数会相对高一些。像晴晴的呢，她做的比较好的是，法医都没有系统学的时候，
敢于提出一些问题，包括昨天在辩论会上面去，很有勇气的讲。我有补充的地方，该我发言。就是他的疑点以及死因是大家都在怀疑的。那么这个生前溺水死亡，它的这个引起重建的一个可能性是很大的。从我对你的要求来说，你的信心应该是要树立起来。这个在这个学习当中，就是要你不停地要表达自己，要有试错能力啊，有这个勇气。给的总分是77分，我告诉你，假以时日应该进步的空间很大很大。徐宁呢，74.5，他在现场上的表现很优秀，但是我个人认为，曲宁应该发挥他这个有研究生、专业研究生的这个作用，所以给他一个相对中间的一个状态。出人意料的是，刘少瑜今天的汇报，他的表达和规范都很好，而且现场勘查的时候也发挥不错。2个人20分钟之内没到现场里面去，一个你，一个徐子彤。第一次鉴定的结果有吗？第一次鉴定结果没有。病理的有吗？病理的资料，那我都给你吧。你把这个东西看起来是花了时间，其实在磨刀嘛。他的就是这样的：第一，案情调查；第二，现场勘查；第三，尸体病理检验；第四，辅助检查，一个都不少。所以你是最高分是80.5，排在第一。恭喜恭喜！虽然刘少玉他不是学法医的，但是他可能通过平常去补一些这个法医知识，然后他通过临床的一些思维模式，可能看问题更宽泛一点。高低温不考虑了？不考虑。中毒排除了，他直接。嗯。那我就现在直接写这个尸检发现。先写尸检发现。那你可以1分也可以发给我了。所以他会在分析死亡这个性质当中都考虑到了。哇，那可太开心了！我其实以为就是第3，但是其实然后最后他讲我是第1名的时候，我就有一点意外。很开心，因为那就说明我这一次的表现比原先第一案的表现会有得到一些成长，更加激发了我去学习、去掌握更多东西的这份心。恭喜恭喜！所以实际上他们彼此间的差别不是很大。没错，他都有各有所长。那我们这一期考核就圆满结束，谢谢大家。恭喜恭喜！恭喜！老师，拜拜拜拜。再见。拜拜。走呗，走呗，走吧，走呗。走吧。哟，里头要不要吃点？好香啊！来，哇，好，我的天，好香！哇，来吃啊！来，来，可以在办公室吃火锅吗？来吃啊！可以在里面吃螺蛳粉吗？不可以，有多远走多远。这个属于记大过行为。记大过。老师好手艺。那当然了，我们做的能不好吃吗？我去吃了。你要吃什么？嗷嗷待哺，什么都可以。这个饺子跟那个红薯都可以吃。放心大胆的吃啊，饺子没有放毒。找个人过来，把这次打的分写上去。好的。第二次总是这样的，这个刘少玉是80.5，向琪琪77，完了74.5。
这一个63，好，好嘞。真正的分数板出来之后，谁都不想去做最后一个，大家都在一直往台阶上走，我的脚步也肯定不能停呀。这是怎么动的呀？哦，是啥呀？拿到这个荣誉的时候，让我觉得自己很值得吧。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我自己有了发言的机会，我都觉得很难得，很欣慰。现在是要准备第3次的考核了。今天呢，会有一个委托人。报告，哎，欢迎欢迎欢迎！老师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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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好，终于把你给盼来了。荣幸能够回来，加入到这个节目，荣幸跟老师一起呢，能给实习生制造一次印象深刻的考核。跟我有什么关系？你说，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个问题不能这么说，哎，是不是你的责任？你指谁呢？闹到这儿来好看吗？别动手，别动手！有什么事说话啊，别动手啊，别动手！别吵了。我是来负责了解案情的。你说话算不算数啊？你啊？已经不在了，这个人就是那个人弄的。那老婆就是想碰瓷儿，不可能轻轻的一退，一定不可能。你也别着急，我说的全都是真话，是他们说假话。他身体没有问题，就是他推的。给他进行一个尸检、解剖，这个2位看一下来。尸检都把人都……啊，那不行的呀，那不行啊。是，您是委托人吗？您了解一下。我已经跟他们说了，得你们来做的工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要犯罪。接下来呢，我们要进行一个禁言挑战。请问，是你的理想型吗？是。不是你这样容易让人误会。你看你想解释了吧？刘良老师和周一武老师，你更喜欢周老师？出发！今天我们进行考核。老兄，首先开刀，先开。你搞不过我的，老哥。瞧不起谁了？你不要赢我太多。老师，我个头有点矮，有点够不到。他今天就要战胜自己，主要就很开心啊，不用上班了呀。每周6、周日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正片，会员尊享案件前夜、法医实录等更多精彩内容。这是一条漫长的路，有人欢呼，有人孤独。感谢你曾与我在黑暗时刻共舞，一路前行，仰望星辰。也许告别，也是新生，走在微光之下，探寻生命的真。上微博参与初入职场的我们法医季话题讨论，边看边聊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初入职场的我们官方微博，了解更多案件隐藏细节。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特别鸣谢微博职场、微博政务指定问答社区知乎、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特别合作 QQ 阅读 WiFi 万能钥匙百度输入法墨迹天气 YY 直播智行 Zakar 一点资讯木鸟民宿。看见月的另一面。我宣誓，忠于祖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紧握双手，相依，鼓起勇气面对这潮汐。我会告诉我自己。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宣誓人：向晴晴、屈意林、陈实、刘朝玉、徐子彤。